喜欢裸睡的美腿女护士半夜下班刚进电梯，突然被一只大手挡住了电梯门，一个戴着头盔的怪人走了进来。更奇怪的是，男人进来后一动不动，也不按电梯，女护士只好先按下自己的楼层，可男人依旧不为所动。等电梯开门后，女护士看了一眼头盔男，率先走出电梯，可不一会男人也跟了过来，这可吓坏了女孩。好在男人在隔壁停住脚步。回到家的女护士打算洗澡睡觉，哪知竟在浴巾上发现了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毛发。小护士生气地冲出房间，对着隔壁的就是一顿臭骂，敲了半天门都没有反应。小护士不甘地回到屋里查看监控，正要查看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女孩壮着胆子出门查看，却只在拐角处发现了一个小女孩，没有发现异常的小护士回到家里锁好房门，继续查看监控。此时小护士只感觉后背发凉，慢慢回过头，就看到头盔男正站在墙角，男人缓缓掏出带血的铁棒，狠狠地朝小护士砸去，一时间鲜血四溅。就这样，小护士惨死在了出租屋内。次日，美少妇小倩带着女儿外出玩耍，却发现不远处一名流浪汉竟死死地盯着自己。感觉异常的小倩连忙下车查看，竟发现一旁玩耍的女儿不见了踪影。小倩赶忙拉住旁边的小女孩询问，却被女孩母亲死死拦住。无奈她只好四处寻找，等找回来时，竟发现流浪汉正坐在自己车里，而女儿也被锁在车内。好在此时一个大姐用电击棒将流浪汉吓走了。恰巧小倩的老公家伟也赶了回来，大姐热情地邀请小倩一家去家里做客。闲聊间，大姐对着小倩一家就是一通猛夸，甚至打听起小倩家住址。可家伟却反跟她打听起来隔壁房间哥哥的事情。大姐听后瞬间激动起来，发了疯般将他们往门外赶，还说不要再让那个变态偷窥自己女儿。大姐的话让家伟察觉出异常，他将女儿和妻子支走后，打电话找来了房东。从房东那里得知，哥哥一个人在这住了2年多了。打开门后，屋内一片狼藉。从环境来看，很显然哥哥过得并不好。可单身男子的屋内为什么会有女性的用品呢？并且柜子里还有许多女性内衣。于是家伟挨家挨户询问邻居，可这里的人对此都不愿提及。经过几次碰壁后，家伟却有了新的发现，这里每户人家门口都有着一些图形标记。他挨家挨户查看后，终于发现了规律：圆形代表女人，正方形代表男人，三角形代表孩子。但是对勾又代表着什么呢？为弄清一切，家伟直接住在了哥哥屋内。可第一晚上过去，哥哥始终没有回来。就在他洗漱时，突然听到了关门声，本以为是哥哥，哪知屋里却是空无一人，而自己的衣服似乎是被动过。拿起衣服查看，却发现手机和钱包都不见了踪影。家伟察觉出不寻常，四处查看起来，哪知在阳台的墙后发现了一道暗门。从屋内的装饰以及物品，可以确定这间屋子住的是一名女孩，而墙上挂的内衣在哥哥家也正有一件。难道这些真的是变态哥哥偷来的？于是他四处查看起来，果然发现了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着哥哥的存折和一个日记本，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对家伟的怨恨。家伟拿着哥哥的存折来到银行查看哥哥的消费记录，竟然发现哥哥最近的那些交易全在自己家附近的超市，这让家伟瞬间察觉出异常。难道哥哥真的是要报复他？与此同时，妻子小倩在停车场看到了一个戴着头盔手拿雨伞的人，男人正直勾勾地看着他们。等小倩打开单元门禁时，男人快速向前，万幸最后一秒男人被关在了门外。不料男人竟拿出门禁卡自己打开了门，在电梯马上关闭前走进了电梯。男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直到小倩按完电梯后，男人才按了楼上的一层。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，男人一定有问题。正打算输入密码的小倩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果然看到了头盔男在盯着自己。心神不安的小倩用身体挡住了男人的视线，谁知女儿却突然将密码说了出来。小倩连忙捂住女孩的嘴，回头看去，见电梯门关闭后，她才放心的回家。到家后，她还是觉得不安，就及时的更换了家里的密码。就在这时，保安室来电说有一个包裹需要小倩去拿。等小倩拿完快递，正打算回家，就接到了丈夫家伟打来的电话，叮嘱她不要出门，锁好门窗。刚挂断电话，女儿的电话也打了过来，女儿说外卖到了，一直在敲门。小倩听女儿这么说，呆愣了一瞬，顿时慌张起来。明明外卖刚点完没几分钟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到了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她一边慌张地往家跑去，一边在电话里叮嘱女儿千万不要开门。与此同时，门锁一声声传来密码错误的警报声。女儿看着被遮挡的监控画面，不知所措地往后退去。就在一番剧烈的敲打后，门外安静了。女儿颤颤巍巍小声告诉妈妈，外面没有了动静，人好像是走了。小倩慌张地告诉女儿，
不管怎么样，千万不能开门。慌乱间，他不小心摔倒在地，手机顿时摔得稀碎，通话也因此中断了。女孩好奇地站在凳子上，从猫眼往外看，门外的头盔男一头撞在了门上，瞬间把女孩吓得跌倒在地大哭起来。好在小倩及时赶了回来，赶忙抱着女孩安慰起来。可她丝毫没注意身后的房门还大开着，而头盔男正举着雨伞一步步走来。好在小倩及时回头，及时将门关了起来，这才幸免于难。这里小编要提醒大家，任何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手关门，避免悲剧发生。等家伟回到家，就看到门口围满了警察。随后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，可男人包裹严实，从监控中不难看出，男人明显是提前踩过点的。当警方询问家伟他的钱包、手机以及门禁卡丢失的情况时，他却完全闭口不谈。直到小倩回家逼问他时，不得已他才把事情说了出来。原来他之前有个哥哥，当年哥哥因为他的一句谎言进了监狱。家伟觉得头盔男就是哥哥，他对哥哥一直心中有愧，才没有将事情告诉警察。从这天以后，家伟就时常做噩梦，晚上半梦半醒间，他看到头盔男站在他的床前摘掉头盔，头盔下的人赫然就是他那个脸上长满脓疮的哥哥。男人死死掐住他的脖子，就在窒息的前一秒，他惊醒过来。压抑不住情绪的家伟来到厕所，不停地搓手，甚至流血他都视而不见。突然他看到地板上有一片污渍，顺着污渍来到卧室，他就看到哥哥躺在了自己的位置，还搂着妻子。家伟压抑不住怒火，狠狠地砸了下去。可他这样的行为吓坏了妻子，因为他敲打的地方根本空无一物。此时的他早已走火入魔，出现了幻觉。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哥哥，还老婆孩子一个安宁。就在他再次出门找哥哥时，不料在家门口再次发现跟哥哥家一样的符号，他连忙顺着楼梯挨家挨户查看，果然每家门口都有同样的标记。就在他想提醒物业的时候，妻子小倩打来电话说女儿不见了。家伟顾不上其他，赶忙寻找。正在这时，小倩也在监控中发现了女儿的身影，可刚打算松一口气时，竟在女儿身后再次看到了头盔男。小倩意识到女儿有危险，连忙跟家伟一起赶去女儿身边。男人一见两人拔腿就跑，一番追赶后，终于在众人的围堵下将头盔男抓了起来。不料男人竟不是哥哥，只是来小区找女朋友的。精神紧张的小倩对着男人就是一顿输出，即使物业来拦都控制不住。物业指责小倩不应该冲动制造骚乱，家伟看不下去，直接指出物业的失职，连每家门口被做了记号都没人知道。一家三口失魂落魄的回到家，在门口竟看到大门敞开着。家伟小心翼翼地进屋查看，除了在桌子上的一个空酒瓶，并没发现什么异常。为了尽快找到哥哥，他再次来到出租屋，不料竟发现了偷看的大姐。等他追过去，大姐飞快地躲回了房间。任凭家伟怎么追问，大姐只重复着一句：刚才偷看我跟我女儿了。见大姐不肯多说，家伟只好再次回到出租屋。正在查看照片时，隐约听到隔壁有响动，可一番查看并没发现什么。刚从屋内出来，就被一个长发男扑倒，两人二话不说就打了起来。两人不分伯仲的一番互殴，才明白两人之间出现了误会。长发男跟家伟讲述了事情始末，原来他的女友是一名护士，半月前女友下夜班时两人吵了一架，之后女友就消失了。虽然人不见了，但是银行卡还在消费，所以他就以为女友是有了新欢，于是就蹲守在附近，正好看到了家伟从房间里出来，因此才没忍住动了手。说话间，家伟再次在角落看到了头盔男，他赶忙追到了隔壁，没想到在衣柜里发现了一具被保鲜膜包裹严实的尸体。长发男见此吓得连连后退，不料被身后的头盔男一棍敲晕在地。家伟见头盔男上前，连忙阻挡，好在家伟在厨房找到一把刀，才将头盔男吓跑。家伟小心翼翼地拿着刀追出去，在走廊尽头又被躲在暗处的头盔男袭击。他拼命想查看男人的长相，不料被男人狠狠扎了一刀。家伟拼命反抗，将头盔男推下了楼梯。趁此机会，家伟赶忙逃跑，眼看头盔男就要追上，家伟在小女孩家门口使劲拍门，让小女孩放他进去。就在头盔男到达的前一秒，女孩将家伟放了进来。家伟找到女孩，借用电话打算报警，哪知女孩走进一个衣帽间，从一堆手机里拿出一个递给了家伟，而这个手机正是之前家伟丢失的那部。这一瞬间，家伟似乎明白了一切。女孩接过手机，炫耀似的找出一张照片，说这个就是他们新家，跟现在住的地方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女孩的话吓得家伟跌倒在地，转过头就在衣柜里发现了哥哥被缠满保鲜膜的尸体。在他呆愣之际，
头盔男早已站在他身后，举起铁棍狠狠地敲向了他。等头盔男干完这一切，摘下头盔时，里面赫然正是那个热心帮忙的大姐。与此同时，联系不上他的妻子焦急万分，决定先将女儿放在朋友家里。等收拾好一切下楼后，小倩却发现自己钱包忘记拿了。叮嘱好孩子后，她就赶忙回家。不料在电梯开门的一瞬间，正好看到了大姐。看着她手里熟悉的雨伞，小倩知道自己已经没了退路。本想关闭电梯，女人却适时地挡住了电梯门。就当小倩打算趁大姐不注意跑出电梯时，却被大姐死死揪住头发甩了回来。两人在电梯里打斗起来，差一点小倩就能逃出电梯，可终究大姐略胜一筹，将女人打昏过去。另一边柜子里，被包裹在保鲜膜里的嘉伟苏醒后，靠着柜子将保鲜膜划开，逃出去后赶忙报了警，然后不顾伤势朝家里赶去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妻子小倩已经被缠满保鲜膜塞进了衣柜里。大姐洋洋得意地穿上小倩的衣服，并质问她的女儿去哪里了。可小倩无论如何也不愿说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外面正是刚接到报警的警员。大姐拿着棍子朝门口靠近，就打算拼死一搏时，门外的警员看到屋内没有人应答，便前往监控室调查。而车库里的女儿迟迟等不到妈妈，便独自下车前去按门铃。屋内的大姐也刚好从监控中看到了这一幕，于是她再次提着雨伞下了楼，在车子里找到了小倩的女儿。一番哄骗后，女儿相信了大姐的话，跟她下车走了。可女儿越看大姐越觉得不对，她身上穿的明明是自己妈妈的衣服。两人为此大吵一架，大姐瞬间失控，把女儿吓得转头就跑。这时赶回来的嘉伟刚好看到了一切，他赶忙跟了上去，可在单元门口被拦了下来。女儿哭着跑回家，就看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妈妈。这时门外的响动吓得他赶忙躲进了衣柜。就在大姐差点发现他的时候，嘉伟及时赶了回来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警员也在监控中发现了异常。大姐将嘉伟打晕后准备灭口，这一幕刚好被女儿看到，无奈她只好先去追女儿。哪知女儿一溜烟就跑进了一间屋子，将房门反锁了起来。扭头看到小倩倒下时的血迹，女人愤怒的一边清理一边咒骂：你们怎么那么讨厌啊！把我家弄成这个样子，赖在别人家里不肯走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此时的嘉伟明白大姐在意的只是房子，为了妻女的安全，嘉伟表示只要放了妻女，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的，不然他就将房子烧了。爱房如命的大姐似乎也动摇了，可就在她打算放弃行凶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了警察的声音。这下大姐彻底清醒，死死将嘉伟困住。嘉伟拼命地拿到火机，毫不留情地将一切点燃。大姐看到后心疼不已，在她的心里，这里早就是她的家了。她想将火扑灭，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，不成想大火将她也吞噬了。而此时大姐的女儿还在小区的游乐场傻傻地等着妈妈回来。大姐为了生存不断地鸠占鹊巢，最终的执念最终酿成了悲剧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大家都要多注意身边的危险，提高自身的警惕心，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点赞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